高摄影水平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多走、多看、多练习、多拍，这些都是和拍摄直接相关的方法。今天我分享3个拍摄之外的方法，希望能够帮到你。第一个方法是看作品集，几十张甚至几百张制作精良的摄影作品集中在一本书里面，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摄影师的题材喜好、拍摄风格。那这个时候大开本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如果你不确定这本作品集是否适合自己，可以先去书店看一看，很多书店都提供样书，或者去公立图书馆找一找，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毕竟一本大开本的作品集还是挺贵的，甚至可以借助网络工具，可以先看看电子照片。这个时候就不推荐手机了，14寸、16寸的笔记本都可以，如果有大尺寸的显示器，那就更好了。多看一些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摄影师的作品集之后呢，找到自己喜欢的，然后再去购买。作品集大概可以分为2类，这个是我个人主观的分类。一类呢是个人的摄影精选合集，包含了摄影师在一段时间甚至整个拍摄生涯中的一些精彩的作品。这类作品集通常每一张都很吸引人，里面会包含一些摄影师的代表作，我们看到照片就可以马上想到这个照片是出自哪一位摄影师之手。比如看到这只狗就想起森山大道，看到这个月亮就想起安塞尔亚当斯，看到这位女性就想起沃克阿文斯，看到这个愁容满面的母亲就想起多罗西兰格，等等，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另一类作品集是以一个特定的拍摄项目为核心的专题摄影集，这类专题摄影集通常包含一个特定的地点、一个城市或者某个特殊的人群等等。比如萨尔加多拍摄的巴西矿工、创世纪、吕南拍摄的四季、被遗忘的人、张克纯拍摄的北流蝈蝈、全员，或者黄庆军拍摄的家当。这类作品集通常是对一个专题进行全面的记录，甚至在作品集中精心安排每一张照片的顺序，最后用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照片共同讲述一个主题。作品集中的照片都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值得反复欣赏。看这类作品集，我们可以通过理解摄影师的拍摄方法、拍摄思路以及讲述技巧，为自己以后拍摄专题项目提供一些参考。第二个是看展览，这个不局限于摄影展，书法、绘画、雕塑、装置艺术等等形式，可以去美术馆、博物馆，甚至私人画廊等等。这其中一些展览不容易找到，大家平日里就可以多收集一些这种艺术展馆的官方平台，或者一些综合性的艺术展览平台，甚至本地的艺术、摄影之类的生活小组。通过这些展览，可以让自己的眼睛、大脑从日常的拍摄中暂时抽离出来，接受这些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艺术作品的刺激，在以后的拍摄中，不管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会有启发。
另外，相较于公开出版的这种摄影集或者网络平台上的摄影作品呢，展览的作品通常幅面较大，制作精良，可以更容易的近距离去观察一些细节。这里分享一个我被启发的经历。有一段时间我在街上拍摄的时候很苦恼，一方面呢，我想避开街上那些凌乱复杂的元素，另一方面呢，我又想多记录一些，多保留一些街上的这些元素，然后就不知道用什么视角去同时兼顾这两个问题。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成都麓山美术馆举办的一个有关尼泊尔采风的一个展览，这其中有几幅作品描述的是街上的场景，然后街道是怎么样的走向，人物和建筑物的比例关系等等，都让我恍然大悟。那第三个就是看书，有别于前面提到的摄影作品集，这里的书我指的是文字类的，或者是文字占比比较大的书。第一类是和摄影师有关的书，这类书通常能够详细的阐述摄影师在创作过程中那些非常丰富又细腻的想法、感受，以及他的创作过程，很值得一看。虽然比前面提到的摄影作品集看起来要吃力一些。第二类是传统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和摄影在本质上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关联，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摄影和绘画、音乐、电影等等，在本质上都只是一种艺术的表达方式。那明确自己要表达的内容才是核心。那丰富的文学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一本书可能包含了作者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活感受、创作心得，那我们可以利用一下午的时间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这是很高效、很划算的一件事。那利用作者这些生活感受、人生经历，让我们可以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就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历史生活，可以在有限的一生中去感受众多其他人的生命体验。这些体验一方面可以为我们找到一些创作灵感，这是最直接的结果；另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细致、更全面的去观察和思考自己的生活，内心变得柔软，视角变得敏锐和丰富。这里分享一个我的切身感受。在我读到《夜航西飞》这本书的时候，有一段话让我记忆深刻。他是这么说的：我们活着什么都没学到，然而确实学到了些东西。我学会了，如果你必须离开一个地方，一个你曾经住过、爱过、深埋着你过往的地方，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都不要慢慢离开，要尽你所能决绝地离开，永远不要回头，也永远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才是更好的，因为它们已经消亡。过去的岁月看起来安全无害，轻易被跨越，而未来藏在迷雾中，隔着距离，叫人看起来胆怯，但你踏足其中，就会云开雾散。我学会了这一点，但就像所有人一样，待到学会为时太晚。大概是11年前看到这本书，当时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感觉作者说的很有道理，然后提醒自己一定要牢牢记住。事实证明我也不能免俗，我学会了这点，但就像所有人一样，待到学会为时太晚。类似的体会发生在另外一本书上。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面有过这样一段为人熟知的描述：那一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知道，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个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21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第一次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哭笑不得，心想我要引以为戒，保持生猛，百锤不烂。然而事与愿违，我也不能免俗，在以后缓慢的生活中缓慢的受锤，奢望在消失，在改变。类似的体会还有很多，如果一定要问我这些书给我带来了哪些特别具体的东西，很抱歉我一时想不起来。
但是我能感受得到，因为这些书，我学到了一些，也改变了一些。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感谢观看，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喜欢的话，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生活愉快，再见。